这太爽了吧！这竟然可以看得到我手机充电的那个速度。今天要来开箱的东西呢，很有趣，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看到这里面装的就是小米的手机，小米10至尊纪念版，至尊对决。麻辣鸡友们，至尊对决。就是传说中的小米10 Ultra 至尊纪念版，所以我们就来一个 Ultra 之间的对决。那刚好我手上有的是这只三星的 Note 20 Ultra， 所以我会跟这只小米10 Ultra 来一个至尊对决，看一下究竟是小米的 Ultra 比较 Ultra， 还是三星的 Ultra 比较 Ultra。那这个相机的对决我会放在这影片的后段，影片的主体还是以开箱小米手机为主。然后这个京东物流，我跟环一样是在京东的地方买，然后也刚好就是它这边都有这种神奇的撞击痕迹，我现在是蛮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坏掉，但应该不会吧，应该都有包好吧。好了，那我们就来开吧。哇，其实在京东买东西蛮简单的，就是基本上跟你在 PC 买没有差别太大。然后这次小米10至尊纪念版，我在抢购的时候其实没有很难抢，比我上次抢 S20 Ultra 好太多了。我刷卡一刷就过了，页面也没有挂掉，我大概花不到3分钟就抢完了。哦，出现了，它怎么放在这个位置？这个就是它的外盒。哇，紧张耶，它放在这边边有没有撞到啊？哇，这边还是有一点点的撞击的痕迹，不过整体来讲应该还算 OK。哇，这个太亮了吧！这个我的相机整个照不到。我看到2010到2020的意思吧，就是小米10周年第10代纪念版，超级亮的外盒包装啊！小米10至尊纪念版，然后这个很酷，他们塞了一大堆120在里面，不知道那个人是有多喜欢120。它这只手机支援了120倍的混合电胶，120瓦的快充，120赫兹的萤幕，哇，120瓦的快充，这是超级疯狂的，是要多快？然后它也是首款搭载石墨烯电池的，然后最屌的是它是目前 DxO Mark 的第1名。虽然说这个 DxO 大家有的人可能觉得，这可能不是这么的相信它了，但是第1名也是应该是没办法太。第1名也是让人很兴奋，因为我本来买 S20 Ultra 的时候，我是希望它是以第1名的姿态出现。不管了，反正我今天就是来开这第1名的手机，外观就大概是长这样，超级亮晶晶的。然后整个手机的话，他们这次出的颜色有3种，哇，好爽哦！干爆外人难对哦，好爽。然后这一个就是哇，好紧啊！哇，还没有看到手机的本体，一打开就看到这个他们写的这字。现在你即将拿起是我们最自豪的一部拾级而上，一往无前，很令人振奋人心啊！哇，小米10周年纪念版手机就在这里，一直讲不完它的颜色资源。它这资源有亮银版、陶瓷黑暗透明版，然后我买的就是透明版本的等一下再来看手机哈，老样子，来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然后这边的话会支援的是120瓦快充头，屌了吧？配件直接就附给你，超大一颗的120瓦，而且它是直接就附，很有诚意，我觉得很不错。Type C 的充电线，这边就是一个卡针，然后有附一个保护套，这保护套应该就是最一般的那一种，然后里面有做这种网格状，所以应该比较不会有水波纹吧。然后这是什么？哦，这是一个 Type C 转3.5mm 的转接头，很不错，有附这个，蛮好的。现在很多厂商都没有附，这就说明书这么少好，所以大家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样：手机本体120瓦充电头 ，Type C 的线，然后一个透明壳，3.5mm 的转接头和一个卡针。好，那接着就是来到手机的本体，10周年版。那我要来撕膜喽。背面这个，哇，这有点让人说不出话来。这个探索版其实很不错整只手机的尺寸来到是162.38mm乘上75.04mm，再乘上9.45mm的厚度，9.45是有点厚啊。然后重量来到是221.8克。正面的话，它采取的是这种曲面的萤幕，两边都有，曲度好像还蛮曲的。一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帮你贴好一个保护贴了，所以说再加上这个
的壳，也是可以直接就使用。可以看到说，它这左上角是有一个对不到焦的对到，好 ，OK， 对到 OK， 好，不要动。这是有一个前置挖孔的镜头，整个的感觉就是这样。哇，这背面这个透明的背盖让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很屌就是这个是真的是里面的线圈模组，我觉得黑色透明的版本整体来讲比我想象中有质感很多辨识度应该超高。镜头的设计的话，有些人说这个有点像是一开关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拉环，不过我觉得辨识度还蛮好，然后整个做工还蛮不错的，不错，非常好。然后握持的感觉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边缘是有这个金属中框的部分，整个手感比较偏圆润一点，然后肥的还不错。然后它这个背板透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之前小米8有出过一个探索版，所以它这应该是致敬它，也就出了这个颜色。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各边的按键，左边来讲的话，左边是完全没有任何按键，非常干净。底部来讲的话，就是一组喇叭，然后麦克风孔 Type C 和一个 SIM 卡卡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SIM 卡卡槽长什么样子。SIM 卡卡槽的话是一个双实体 SIM 卡，然后支援双卡双待，但是它不支援记忆卡。不过至尊版应该大家都直接把容量买满。然后接着右侧来讲的话，是一个电源键和一个音量键。然后顶部的话很有趣，这边这个应该是一个喇叭，然后中间这个是一个红外线的装置，这边这个应该是麦克风的孔，所以它还支援红外线，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你手机可以拿来当遥控器使用吗？不知道，可以来试试看。然后这只手机呢，它是没有支援防水防尘的，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镜头规格哈，前面这颗前镜头是20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后面这个镜头模组就蛮厉害，这边有这个4颗镜头，最上面这个写着这个120的这个是潜望式的长焦镜头，是4800万像素，支援5倍光学变焦，最多可以到达120倍的数位变焦，然后支援 OIS 的光学防手震。然后再来下面的这一颗也很好玩，它是人像镜头，支援的2倍光学变焦，1200万像素，而且它支援 Dual Pixel 对焦技术，这么很特别的。第3颗是主镜头，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 f1.85 光圈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技术叫双原生 ISO Fusion 技术，基本上是有2颗 ISO 的设定值，一个负责高 ISO， 一个负责低 ISO， 所以在夜晚的成像好像会特别的好，比较不会有噪点的产生。那它也支援了 OIS 的光学防抖。然后最下面这是一颗120度的广角镜头，是2000万像素，然后右边会有一个补光灯，很不错我觉得它整个的质感蛮好的，就是上面这有一些小枝啊，然后整个感觉蛮不错的，再加上这个背面的辨识度真的很高。然后整个的话，他们的录影最高是支援到 8K 24 FPS， 那慢动作很厉害，慢动作 108MP 可以到达960 FPS， 所以蛮有趣的。好啊，那我们就来开机吧。哇，紧张有没有电哦，有咪，开机喽！至尊对决5G， 我之前念 G 被骂爆，现在念 G 都有阴影，小 GG。它的系统是 MIUI 12，那我就来设定一下进去吧。A few moments later， 这很有趣它有一个手势，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经典的这个导览列或者是全屏手势，然后就是往上滑，就是回到上一页，往上滑停住，开启这多功。回和右回到上页，基本上非常的简单然后接着就设定完成啦。哇，正式进入这探索版。然后它这个是有支援指纹辨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指纹解锁的速度。哇，好像还不错。再一次，1、2、3，还行，就是不会到非常快，也不会到你觉得慢这样。1、2、3，大概就是我觉得中上的速度吧。它这个其实也做得蛮好，就是你摸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些微的震动，然后才进去这整个画面，我觉得还不错。给大家看一下手机前面这个挖孔的感觉，它的挖孔是坐在左上角，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算小的。令人不太注意到它，因为它是在左上角。我就喜欢在边边，我不是很喜欢在中间。那我来讲一下这只手机的规格。手机是支援了 S865，哇，这有点可惜，不是 S865 Plus， 这没办法。这手机最多是支援到16GB 的机体和512的储存空间。那我这台是12GB 的 RAM 跟256GB 的 ROM。这电池容量是来到了4500毫安时，那支援了120瓦的有线快充跟50瓦的无线快充和10瓦的反向充。
电，非常的省啊。50瓦的无线快充基本上已经比很多厂商的有线快充来的更快了，0到100只要40分钟，超级快。可惜它50瓦无线快充需要买它的那底座，这次没有买到，所以没办法测试。不过影片后段我会测它的有线快充来看看，它还支援了 VC 一冷散热系统，支援了脸部解锁跟指纹解锁，以支援 NFC 和蓝牙5.1还有 WiFi 6的功能。然后它这个显示的那个赫兹，它这边荧幕刷新率的话是有支援60和120，那它也是部分应用会自动提升到120，所以它应该不是直接锁在120，它会自己去选择。然后刚好我现在电量只剩下14，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它这个120瓦快充到底是有多快。那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充电头竟然是 Type A 去输出的，蛮神奇的，不是应该是 Type C to Type C 吗？它是 Type A to Type C，OK， 反正蛮有趣的。好，然后我们就来试试看这120瓦究竟有多快，刚好来体验一下哈。那我要插上它咯，我插入咯。哇，这太爽了吧！这竟然可以看得到我手机充电的那个速度，是可以看得到自己充电的那个速度，也太爽了吧！然后这样一下就15%了，很不错。这就是120瓦的这种感觉。不过因为电压的关系，好像在台湾其实不会充到120瓦，因为他们那边电压好像是220伏吧，台湾大多都是110。好了，那在它充电的同时，我们来讲一下这萤幕的规格吧。这款萤幕呢是6.67寸的双曲面 OLED 的萤幕。然后它支援的是原生的10 bps 色深，然后有10.7亿色 ，Delta 1的值小于1，那萤幕更新率最高可以到达120赫兹。它使用的是康宁第5代大猩猩强化玻璃，那它最高的亮度是来到了1120 nits， 所以基本上是一块还蛮不错的萤幕，可以感觉到它的色彩的表现啊，然后整体来讲都还蛮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的挖孔位置是偏右上，所以说假设你是这样拿着的话，基本上你的观影体验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蛮不错的，整体来讲蛮好的。2000 years later， 好，用了这个小米10至尊纪念版一阵子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觉。首先是手感的部分，本身我觉得手感还 OK， 这曲面的那个角度也还行，不会到不舒服，然后还不错。那整个手机的话，因为它本身蛮厚，哇，这里竟然还有字诶，它的那个保护壳上有字。手机本身蛮厚的，所以你是感觉出这手机是胖的，它不是瘦的手机。你可以知道说它很像宵夜吃的比较多，然后有点发福这种感觉。你是很容易就可以感觉到，不过握持感还不错，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棉花糖手机，就是还不错，抱起来蛮舒服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它短了一点，就是身高比较矮一点，所以它拿在手上的感觉比较稳重。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说，我这边已经装了非常多 Google 的服务，所以说很多人在买这种手机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会不会没办法装 Google 服务啊？不过小米这部分蛮 OK， 它很简单，它就是去它的应用商店直接下载 Google Play，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疯狂的下载很多东西，所以说没什么太难的问题。那如果你自己觉得小米的那个系统有点担心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刷成欧洲的版本。然后再来就是小米的米 UI， 这个我觉得很神奇，它米 UI 有一种很滑顺的感觉。你看，就是它的那个动画不是线性，所以你会有一种很顺的感觉。再加上这萤幕是120赫兹，所以我觉得很不错，有让我想要 iOS 的感觉，我觉得很好。所以这一款应该是少数 Android 的手机不会要让我用到 Nova Launcher 的，我一点都不想念，因为感觉用起来还不错。然后不过还是有些地方可以改进，像这个调节亮度的部分，你没办法点这，你要先点到这，然后才可以这样移动。我觉得这有点怪啦，不过还 OK 啦，反正就是一些小地方。整体来讲，我觉得MIUI 做的还不错。好，接着就是来到我们相机的部分。那相机这部分，这只手机在发布的时候就说它是 DxO 的第1名，所以说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这个相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首先我们一定要先看就是我的 S20 Ultra 遇到的问题，像是汇差和对焦速度，因为这只手机其实堆料也是堆得非常的满。那感光元件很大的情况下，我很担心它的汇差会有问题。那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张，就是这一张是由主镜头拍摄，那它没有启动它的近距模式，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边边角角像 eye 那部分还是有一点汇差的问题，这个基本上还是无可避免，毕竟硬体的关系。但是他们有提供一个近距模式，用广角镜去处理汇差的问题。你看这一张的时候，它的 eye 基本上它一旦切到近距模式，整个汇差问题就解决了，非常棒啊！你拍摄起来整个都非常清楚。那你看像这张拍这个菜单，基本上它一看就会知道这是绿咖喱，然后后面有鸡、猪、牛、海鲜可以选，它一定不会选错，所以你不会被你的同事讨厌，汇差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再就是对焦的问题，对焦问题的话，这只手机基本上
上对焦没什么问题，不论是拍照上的对焦啊，或者是录影上的对焦数上表现都很不错。接着就是我们要来进入对决部分了，到底谁是真的 Ultra 的手机？Note 20 Ultra vs Mi 10 Ultra， 这个很有趣吧？然后我这次的方式跟之前一样，就是我会采取盲测的方式，左右不一定都会固定，然后每一次我会跟你讲我喜欢哪一张，然后比较人会说哪一张是哪一个是手机拍的。然后首先这一张来讲的话，它是主镜头拍摄，然后那是一个晴天底下我出去出游的照片，晴天底下在一个小山里拍的，然后可以感觉得出这个其实看不出差异。我个人来讲，这两张我是分不出胜负的。如果真硬要选的话，我会选左边，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好像稍微亮一点，然后感觉比较好一点。不过真的差异非常小。那这张的话，左边的话是 Note 20 Ultra 拍，右边是 Mi 10 Ultra。那不过这个就是差异真的很小，所以说我觉得几乎是可以当做是平手的感觉。那接着切到广角镜的部分，然后广角镜的话，其实就一开始在比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看到左手边的那个照片，它的广度是比较广，在右下角那叶子是容量的范围是比较大的。我这张来讲的话，我看到第一眼就会觉得左边的照片比较讨喜，因为颜色比较鲜艳，但是又不会到太过分，然后细节感觉比较好一点。那容纳的角度又更大，所以说你在照片上的张力会比较好。那这边的话，左边的这张就是小米的照片，那右边的话是三星的照片，然后这就是小米的超广角的表现。我觉得它的超广角的部分的话，广度真的是还不错。不过它超广角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你看这个手机，它这个后面啊，超广角在最下面这一颗，所以说你的手机这样拿，直立这样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没有看到你的手直接入镜，你要往下移一点到这里，这样子它才不会入镜。而且即使是你横着拍，它也会入镜。所以你看，像这张我直着拿的时候，基本上我的手指头入镜，那我换成横着拿另外一张的时候，它也是入镜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超广角真的没办法坐在最下面那一颗，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硬体上设计的缺点啊。然后它的超广角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两张的话，很明显我一定是选左边的。那左边的话，你看它上面那条线，基本上墙壁是没有变形。那右边的话，虽然说它看起来比较广，但已经变形到一个弯弯像拱桥那种感觉。那这个左边的话就是三星的照片，那右边是小米。右边的话就会看到它超广角在边缘的地方，其实变形的真的蛮严重。然后接着来到长焦镜头的部分，那这边的话，我必须说，就是我觉得右边那张的鲜艳和锐利度有点过多了，我会觉得看起来叶子有点像假的，有点像是塑胶叶那种感觉，就是它加料加的有点太多。那这边的话，我是选择左边。那左边的话是三星的手机拍出来的，那右边的话是小米的手机拍出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小米的手机有时候调教是非常重手的，它有时候一下手是不管你会不会显死，它就是加好加满这样子。那再来是夜拍的表现，夜拍的话，这边先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就是我不小心把那个骨髓音显示出来，所以这边没有办法盲测。所以这边的话，你就会直接看到右边是小米拍的，左边的话是三星拍的。那两者的话，其实我觉得差异没有到很大，但是右边的话亮度是拉的比较高一点。那三星其实在夜拍表现都一直很好，所以说它两者差异度没有到很大的情况下，我觉得小米的表现是很不错的。而且你如果仔细的放大来看的话，其实像是右上角这种建筑物的地方，小米的细节甚至是更胜一筹的，然后亮度是拉比较高一点。那像左边这个阳台和这个树叶的部分，你还可以看到说，其实小米的细节是更好的。那这部分的话，我会觉得这张夜拍部分赢的应该是小米的照片。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超广角的夜拍。那超广角的夜拍的话，这两张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右手边的，因为我觉得右手边看起来呈现的方式比较自然。那你看右下角这个遮雨棚的地方都还存在，但是左手边的直接就全部黑掉。那在右上角水塔的部分的话，它的那个线条其实也都还在，所以说这两张夜拍的超广角的比较的话，我是选右边。那右边的话就是三星拍出来，左边是小米拍出来的。好，然后接下来这张很有趣，这张是金大卤肉饭，跟我今天要讲的相机完全没有关系，我只想秀一下这卤肉饭。我看了好多 YouTube 在吃，我有一天就跟着老大专门去吃这碗卤肉饭，我觉得说实话是蛮好吃的，用餐环境也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不过就是没有到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吃，所以说有一点点小失望。那相机评测中间这张就是用小米10拍，
给大家看一下它实物上的表现，还不错。好，然后接着它的相机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之前没有看过，就是这个多镜头的多色同开，它有6种可以选，但可以选择其中2种，像是我选1倍和超广角，它就会有一个是超广角，一个是1倍这样，那你就一次可以拍摄2种镜头，那你就会可以有更丰富的呈现，你可以在 vlog 啊或者什么的话可以使用，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那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拍照水平算是蛮不错的，那近拍的表现和自动对焦都很稳定，白天的表现基本上也跟三星我觉得是打成平手，所以说还有 DxO 第1名，可能真的还是有部分的实力在。不过要我选的话，我个人还是会喜欢三星的，主要是因为它的调色的问题，像这支有时候会有过重的调色，那或者是它可能超广角的调校或者是变形问题还是会有存在。不过不可否认是这支小米10的至尊纪念版的拍照功能其实基本上是很不错的。再来的话，我想讲的部分是续航和充电部分。哇，这充电真的是屌炸天！我觉得应该目前最猛就是它了。我5分钟可以从0充到30%，充到50% 只要9分20秒，那充到100% 只要25分33秒。所以这概念是什么？就是你假设真的昨天晚上忘记充电，你早上在刷牙的时候你就插上去，你去刷完牙上了厕所洗把脸出来10分钟，你的手机就充一半。你又再弄个早餐吃个早餐，半小时过完，你的手机就全部充满了。而且不要忘记它这颗电池也不小，所以说这个真的是蛮厉害。那耗电量的测试的话，我实际播放 YouTube， 基本上亮度开一半，声音开一半的情况下，1个小时它只有耗电10%，所以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萤幕的体验的话，我觉得在这次体验完之后，我还是真的很希望有哪一家厂商可以做到2K 90Hz 或2K 100Hz。它如果真的很嗨耗电量表现的话，那就让系统去决定。像你在看影片的时候是2K 啊，或者是滑手机的时候它自动切成120。那它这款手机的话，一开始我必须说它的显示的萤幕色彩风格是我比较不适应的。不过因为它提供的选择蛮多，所以我就把它调成鲜艳。我个人觉得它原本的设定没有到这么好，我会蛮推荐你自己找一个你看起来顺眼多的。它调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整个页面和整个亮度发色是我比较喜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萤幕的亮度因为稍微低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在跟 Note 20 Ultra 比的时候，我会觉得这还是三星的手机的萤幕会比较好一点。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新粉的信仰还蛮浓厚的。好了，大概就是这样。那这只手机的话其实超级不错的，它的售价是人民币5999，看账单大概是25003元，所以基本上2万5可以买到这么多120瓦充电、120倍变焦，然后120Hz这么多的功能的情况下，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他们的 RAM 和 ROM 的选择提供超多，8G、12G、16G、128G、256G、512G， 所以说可以照你喜欢的去买。好，那最后简单讲一下我这次从京东购买的过程。其实基本上购买的流程非常简单，就简单到我现在其实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因为就是你就是选好你要的东西之后，然后就下单，然后提交订单之前，你要先看一下有没有折价券可以用。那切记你在订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实名，以防你的东西货物被卡住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解决。那剩下就是等。那没有意外的话，我记得大概是5到7个工作天会收到，大概1周以内就会收到。那下单之后，它的那个订单追踪做也是非常好，你马上可以知道你的货物现在在哪里，寄到哪里去。然后如果你联系客服的话，它也是有回复。所以这次的购物体验我觉得还不错。好了，那整体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小米 UI 真心的是做的还蛮好的，解锁体验啊，或者是一些小东西，我觉得都做得很不错。快充真的很爽，非常快。自从我快充这么快速的充电以后，其实我用无线充电频率就稍微下降了一点。不过这一款的无线充电也是很猛，50瓦。不过我就没有拿到它那个力座，那个50瓦那个力座有点可惜。然后拍摄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处理都还不错。那可能它还是有一些小地方，像色调啊或广角镜，这可能还是有点可惜。不过基本上而言，就是一支很不错的手机啦。好了，那就推荐给你们这款小米10 Ultra， 基本上很不错啦，蛮好玩的，也是我频道第一支小米手机的开箱啦。好了，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步再见啦，悄悄，拜拜。